13岁女生吸了13年二手烟，确诊胃癌晚期。河南省肿瘤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王建正说：“就是因为爸爸经常吸烟，就生活在这种二手烟的环境之下，是非常恶性凶险一种胃癌的类型。”医生说，腹腔里面打开之后就关上了，没法手术，全身多发转移，腹腔里像撒了豆子，布满了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肿瘤，没有任何治愈的機會。衝上熱搜，廣東一地衛健委發文，二手煙係一種霸凌，公眾場所吸煙唔係吸煙者嘅自由，而係對非吸煙者嘅霸凌啊！7月1號相關嘅詞條登上咗微博熱搜，並且引發咗廣泛嘅熱議。說實話，我真受不了這個二手煙了。深圳衛健委在公眾號裡明確指明，在公共場所吸煙不是吸煙者的自由，而是對非吸煙者的霸凌。沒有多公眾場所都明確設有了吸煙室或者是吸煙區，給這些煙草民眾特別劃分了這麼一個區域，完全可以在這一部分之內進行你自己的一個個人愛好。但是如果你想用煙草來燃燒生命，是你自己的選擇，不要拉上別人去墊背。而且有一則地獄笑話就講了一個人20歲，醫生說他有19年的吸煙史，是從何而來？答案應該不言而喻了。在深圳衛健委的公眾號結尾也明確寫出，對不文明的吸煙行為要說不，是維護公共環境和個人健康的合理訴求。我真的是受夠了，我們這種沒有享受到吸煙帶來爽感的人，卻要承受吸煙帶來的傷害。我真的覺得在公共場合當着別人面吸煙的人，就是在投毒，就是在進行謀殺。沒有抽煙的女性群體，卻變成了肺癌的高發人群。那些抽煙者只有10%的煙被他自己吸進去了，90%全部散在空氣中。跟那些直接吸煙的人相比，我們這種吸二手煙的人會多吸入2倍的尼古丁、3倍的焦油、高達50倍的致癌物。我的女性朋友，如果你身邊有一個愛抽煙的人，你多吸食1口二手煙，你就會掉頭髮、爛臉、長痘頻繁，而且還會加速你的皮膚衰老，引發卵巢衰老。孕婦吸食二手煙就更不得了了，會引發早產、死胎、滑胎等。真的很建議研發這種口罩，普及並推廣。評論區裡面好多人都在說沒有辦法。昨天我不是發了孕婦要遠離二手煙的視頻嘛，然後就看得我真的覺得挺無奈的。要知道二手煙裡面有7000多種化學物質，至少有250種是有毒的，目前已知的致癌物質都有69種。關鍵更可怕的是，我在查減少二手煙傷害的資料的時候，看到了這個報告，就世界衛生組織今年發布的2025年全球煙草流行報告，全球每年因二手煙死亡人數約130萬，130萬哎！這些被迫吸二手煙的人到底做錯了什麼？但是就是有人就毫不在意別人死活的，就是要在公共場合抽煙，就還是覺得就很悲哀。明明什麼都沒有做，卻要為別人的放縱去買這個單。如果我在大街上毫無理由地往你臉上潑一盆髒水，你一定會立刻報警，甚至和我拼命。但如果我在一個封閉的電梯裡，或者是一個通風不良的餐廳裡，強行把含有69種致癌物的毒氣灌進你的肺裡，你大概率會選擇忍氣吞聲。甚至如果這個時候你站出來指責我，旁邊可能還會有人跳出來當理中客，說你矯情，說你不給面子。這不僅僅是一個假設，這是每天發生在我們身邊的魔幻現實。為什麼潑髒水會被視為侮辱，而灌毒氣卻被視為習慣？為什麼在一個擁有幾千年文明禮儀的國度，我們在呼吸權這件事上表現得卻像個原始叢林？最近網上有2個非常火的視頻，把這種荒誕感推向了高潮。一個是關於中國香煙燃燒速度的對比實驗，另一個是外國人在中國勸阻吸煙反被暴打的新聞。這2件事看似無關，其實背後串聯着同一套底層邏輯。今天我們就剝開吸煙有害健康這層不痛不癢的皮，去看看血淋淋的骨頭。我們要聊的是一場關於效率的收割，關於權力的代償，以及一個法治成本為0的黑色幽默。首先我們來聊聊那個讓很多煙民破防的實驗。有網友把一根國產暢銷煙和一根國外香煙在同樣的無風環境下點燃，結果非常有意思，國產煙的燃燒速度就像開了倍速播放一樣，肉眼可見地比國外煙快了一大截。
为什么现在的香烟点燃后一口不抽还燃烧得飞快？你是不是感觉以前的香烟特别耐抽，甚至有的时候抽着抽着还会自己熄灭，而现在的香烟点燃后往那一放，很快就能烧掉半截？很多人以为是现在的烟丝变好了，其实这里面全是科技和套路。商家为了让你手里的香烟烧得又快又稳还不熄火，会在里面添加一种叫硝酸钾的助燃剂，它就是化肥中常见的主要成分之一。这种物质遇到火后会快速燃烧，达到助燃效果，让香烟在中途既不容易熄灭，还能加快燃烧速度。专家又怕烧得太快，抽起来又香又苦，难以下咽，于是会在里面添加甜蜜素、丙二醇、香草醇，甚至还有薄荷醇等物质。这些猛料一旦加入后，就会把原本苦涩的尼古丁裹上一层糖衣，让你的喉咙感觉不到任何不适，越抽越上瘾。有人说这是因为里面加了助燃剂，有人说这是纸张工艺问题，但在我看来，这哪里是工艺缺陷，这分明是顶级的产品经理思维。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烟草行业的核心 KPI 是什么？是复购率，是周转效率。一根烟，国外品牌让你抽5分钟，国产品牌让你抽3分钟，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同样的焦虑时间里，你需要点燃更多根烟来填补空白，只要你抽得越快，复购率也就越高。网传的助燃剂或许只是一部分，但这种加速燃烧的设计哲学却是实打实的商业阳谋。这根燃得飞快的烟卷就是一个巨大的隐喻，它象征着我们这个社会的高速运转和高强度收割。而谁是这些快燃烟的主力军？要知道，中国可是有着3亿烟民的基本盘，位列全球榜首，这是个庞大的市场，数据骗不了人。根据2024-2025年度中国烟草统计数据，3亿烟民每人每年要抽掉大约8000支，人均年贡献约5148元，每年共同贡献了约1.54万亿元的直接财政收入。是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是工地上的大叔，是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倍增的普通职场人。对于这个群体来说，香烟是他们为数不多的低成本的精神麻醉剂。但残酷的是，就连这唯一的慰藉也被设计成了快速消耗品，这是一种极其隐蔽的贫困税。你以为你在消费香烟，其实是香烟在消费你，它用最快的速度烧掉你微薄的收入，用最快的速度透支你的健康，然后产生最漂亮的利税报表。更可怕的是，这种快感是建立在一种对他人的掠夺之上的。当烟民们为了缓解自己的焦虑而点燃香烟时，他们其实是在向周围的空间排污，这就引出了我们要讲的第2个逻辑。为什么他们敢？前段时间有个视频在外网传疯了，一个外国友人在中国的餐厅里看到邻桌有人抽烟，于是上前劝阻，结果呢，他没有收获道歉，反而收获了一顿老拳，甚至被推搡辱骂。不能抽烟 ，OK, this is the 抽烟的地方 ，OK, this is restaurant, this guy is smoking inside, and your camera, don't tell me, your okay, this man is saying, I said go out and smoke, and this guy is not smoking. Okay, this is against the law. This is against the law right now. Okay, this man is fighting right now. This man is smoking right here. Okay. Okay, I go to the police now. Let's go, police. Close your camera. I Your camera. I said 鬼不能管，听得懂没有啊 Close your camera. Close your camera.？Let's go to the police station. Close your camera. No. Close your camera. Close your camera. Otherwise, close your camera. Close your camera. This is China. 很多网友在评论区感到愤怒，觉得丢了中国人的脸。但如果你只看到了丢脸，那你还是太肤浅了。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那个打人的烟民会表现得如此理直气壮？这背后是违法成本的巨大差异，导致了认知的全面错位。我们来算一笔账，在香港，你在禁烟区点火，根据2026年1月日的新规定，罚款已由1500港币提高至3000港币。在日本，你会面临2000日元至1万日元，最高可面临30万日元，约合1.4万人民币的行政罚款。在新加坡，通常会被处以200新元至1000新元，约合5300人民币。情节严重的，你甚至可能面临鞭刑的风险。在这些地方，法律的长牙是咬合的，痛感是真实的。但在中国大陆呢？尽管很多城市的控烟条例写得明明白白，罚款50到200元，但请问在座的各位，你们这辈子见过任何一个人因为在餐厅、网吧、电梯里抽烟而被开出过罚单吗？我相信99%的人的答案是没有。法律规定了它是违法的，但执行层面默认它是合规的，这就是那个打人者的底气来源。在他的潜意识里，在这个地界，吃饭抽烟是天经地义的规矩，你拿法律来压我，你就是在挑衅。当公权力在控烟领域长期缺位，私人之间的劝阻就必然演变成丛林法则，谁拳头大，谁声音大，谁就有理。
这就导致了一个极其荒诞的局面。在高铁厕所抽烟，因为会触发报警器逼停列车，影响了宏大叙事的运转，所以会被拘留、罚款。但在餐厅、办公室、楼道里抽烟，仅仅是毒害了几个普通人的肺，处罚率就无限趋近于零。这给烟民释放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只要不把火车逼停，我在哪抽都没事。这不仅仅是执法不严的问题，这是在告诉所有人，普通人的健康权在某些便利和习惯面前是一文不值的。如果我们把视角拉回到家庭，你会发现这种伤害更加隐秘且持久。中国烟民的主力军大多是父辈，或者是正在成为父辈的男人们，而受害者是80后、90后以及我们无辜的下一代。我们这代人，很多人就是在二手烟的腌制下长大的。现在我们有了孩子，试图去改变这个环境，却发现撞上了一堵孝道与面子的后墙。当你试图劝阻长辈不要在家里抽烟时，得到的往往不是理解，而是情感勒索。我抽了一辈子都没事，怎么就你事多？我不抽烟我难受，你是想憋死你爹吗？这种家庭内部的微观霸权，折射出的是中国式家长的傲慢，在他们的逻辑里，满足自己的烟瘾优先权远远高于孩子的肺部健康。这种傲慢延伸到公共场所，就变成了权力的廉价展示。大家仔细观察一下，那些在电梯里在排队时旁若无人点烟的人，他们脸上挂着的表情，那不是一种享受，而是一种老子就要这样的宣誓。你再看现在的年轻人，走在路上，甚至骑着单车的，都要被前面那个移动烟囱熏得睁不开眼。这种走路吸烟、骑车吸烟的行为，其实是一种极度自私的空间侵占。风一吹，烟灰和烟味直接甩在后面路人的脸上。在社会上，他们可能只是无足轻重的螺丝钉，被老板骂，被生活锤，但在点燃香烟的那一刻，在逼迫周围人忍受二手烟的那一刻，他们获得了一种虚幻的掌控感。看，我破坏了规则，但我没有受到惩罚，你们都得忍着我。这是一种通过践踏他人边界来获取的心理补偿。越是社会地位边缘化，越是缺乏公共精神的人，越喜欢用这种方式来刷存在感，而被动吸入毒气的我们，就成了他们情绪发泄的垃圾桶。这也就是为什么越是下沉的市场，越是经济落后的地方，烟雾缭绕的现象就越严重，因为那里的人们更需要这种廉价的买醉和权力的幻觉。最后，我们不得不提那个最恶臭的借口——社交。在中国，烟草被赋予了超越商品的属性，它成了社交货币。见面递根烟是破冰，办事送条烟是敲门，这种文化惯性把致癌物包装成了人情味。很多年轻人本来不抽烟，但是进了职场，为了显得合群，为了不被孤立，被迫拿起了烟。这就是典型的服从性测试，你接了我的烟，咱们就是兄弟，你不接就是看不起我。这种逻辑简直是强盗逻辑。最近网上疯传的视频里，国产烟烧得快，其实也暗合了这种浮躁的社交心态，大家都在急于求成，急于展示。哪怕是一个月薪3000的人，也要咬牙买几十块一包的高档烟。为什么？因为这根烟夹在手里是他为数不多的能展示自己混得还行的道具。这是一种可悲的面子工程。为了这个面子，我们牺牲了里子，牺牲了环境，甚至牺牲了下一代的认知。看看学校门口那些偷偷学着抽烟的中学生吧，他们觉得抽烟很帅很社会，这种审美是谁灌输给他们的？正是那些把抽烟当成成熟标志的成年人。我们正在把一种慢性自杀的行为包装成成长的勋章，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说到这里，不仅要问，这局棋有解吗？现状是悲观的。只要烟草税依然是财政的定海神针，只要执法的成本依然高于收益，只要和稀泥依然是解决冲突的主要手段，那么开头提到的那个泼脏水报警、灌毒气忍受的魔幻现实就还会持续很久。但是认知的觉醒是改变的第一步。以前我们在餐厅被烟熏，只能默默换座。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拿起手机拍摄、曝光，在网络上声讨。当法律暂时无法触达每一个角落时，舆论的监督、大众的厌恶就是最好的武器。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吸烟是个人的自由，但在公共场所吸烟就是对他人自由的侵犯。这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也不接受任何烟瘾犯了的借口。那个敢于站出来劝阻吸烟而被殴打的外国友人，他不是不懂中国国情，他是太懂文明2字的分量。我希望未来的某一天，当有人在公共场所点烟时，不需要外国人来帮我们出头，不需要只有等到警察来了才敢说话，而是周围的所有人都能用一种看野蛮人的眼光看着他，让他感到羞愧，让他无地自容。只有当公共场所吸烟被彻底钉在低素质低认知的耻辱柱上时，那根燃烧得飞快的国产烟才不会烧掉我们的未来。
那么你在生活中有遇到哪些被迫吸二手烟的场景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表达你的观点。在这个烟雾缭绕的世界里，祝你呼吸自由。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给我点个赞吧，你的支持是我创作的动力。我们下期见。在日本的街头是没有人叼着一个烟肆意行走、吞云吐雾的。除了路上吸烟会罚款以外啊，基本路上呢都会设置这种吸烟区，想抽烟就进去，不要让别人闻到自己的二手烟。如果你去一些咖啡厅或者餐厅，也会有吸烟区和禁烟区的划分。当然，如果没有吸烟区，那就默认为禁烟。我是真的不想吸别人的二手烟。当我看到日本的公共环境可以维持到这种程度时，我是非常认可的。作为一个不抽烟的女生，我感受到了被尊重、不被冒犯，而不是我就是单纯的说日本人就是好的。这些公共设施条例是有目共睹的，不是我捏造的。弗洛伊德说，人类文明的进程就是人们对本能进行压制的过程，有一点边界感，是尊重他人，更是尊重你自己。